你生活变好了，应该要感谢谁？1983年以后，美国经济突然从衰退里爬起来，失业开始下降，通胀明显回落。到了1984年，实际 GDP 甚至增长了约 7.2%。而获得最大掌声的人，自然落在了彼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头上。共和党说这是减税的胜利，里根也告诉美国人，我们的办法奏效了，美国又回来了。听起来逻辑非常顺，但只要往后台走2步，事情马上开始不对劲。真正拿高利率狠狠干通胀的人叫保罗·沃尔克。更巧的是，他还是上一任总统卡特任命的。而美国经济复苏的时候，除了里根减税，还有美联储转向衰退后的反弹，以及政府持续增加的支出。一个国家经济起飞了，最怕的是把功劳强行放大到某一个人身上，或者某一个理念上。这种现象也叫做归因谬误，因为很多的政策效果通常有10到20年的滞后期。美国总统任期只有4年，经济却没有4年一结算的习惯。很多时候前任种树，后任乘凉，这一届埋雷，下一届买单。1983年1月，美国失业率还有 9.6%， 到了年底已经降到 7.7%。1984年全年平均失业率进一步降到 7.5%。1983年，美国就业人口大约9745万，1984年变成了大约 1.017亿，一年多了400多万个工作岗位。这时候，美国普通人才真正开始感觉到，新闻里说的经济复苏好像不是华盛顿自己在那儿庆功。以前工厂是贴裁员通知，现在开始重新招人。以前消费者捂着钱包不敢动，现在汽车、家电这些大件重新卖起来。1983年，美国实际耐用品消费增长接近 15%， 这个数字背后就是憋了2年的美国人终于又敢花钱了。然而这一切其实跟前任总统卡特的努力有很大关系。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卡特在1979年任命沃尔克出任美联储主席，这等于亲手把那个敢于用强硬手段打赢通胀的人送上了位置。另外，很多后来被归到里根放松监管名下的改革，其实卡特时期已经开工了。航空、卡车、铁路等行业的放松管制，很多关键法律都在卡特任内推进或通过。里根更多是在这个方向上继续往前走。能源也是一样，卡特1978年的能源改革已经开始推动石油和天然气价格机制调整。后来80年代能源供应增加，价格下降，这里面也有前期政策的影响。所以研究一个国家的经济，千万不要看哪一年起飞就把功劳放在哪一个位总统身上，而是要看前任。等普通人开始真正感觉日子松快一点，里根终于进入了自己最擅长的赛道，就是讲故事。1984年，他的竞选团队推出了一支后来非常著名的电视广告，这支名字叫“更自豪、更强大、更美好”。一开场，美国天亮了，旁白在后面不紧不慢地说：“今天会有比美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多的人去工作。”然后镜头一转，开始讲房子。旁白说：“现在利率已经比1980年的最高点低了很多，今天会有将近2000个家庭买新房。”然后镜头再转，旁白又说：“今天下午大概会有6500名年轻男女结婚。现在的通胀已经不到4年前的一半，这些年轻人可以更有信心地面对未来。”这条竞选广告可以说做得十分丝滑。于是1984年里根第2次总统连任竞选毫无悬念的胜利。经济在恢复，里根把美国回来了这个故事讲得深入人心，最后的结果可以用4个字形容，几乎横扫。里根获得选举人投票525张，对手只拿到13张票，美国50个州，里根赢了49个。后来美国经济学界对里根的评价远没有共和党宣传里的减税一出，美国起飞那么整齐。更接近主流的说法是，里根确实改变了美国经济政策的方向，也赶上并推动了一轮强劲复苏。但80年代复苏不是他一个人的作品，打败通胀主要归功于沃尔克。1981减税并没有自己养活自己，巨额赤字反而成了里根经济学最大的硬伤。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·斯蒂格利茨后来获得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，也担任过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。他回顾90年代美国经济政策时，把自己参与形成的理念称为一种第3条道路。他的观点是，政府不是越大越好，但也绝对不是越小越好。市场、企业和个人应该处在经济核心，但政府不能消失。政府应该建立规则，提供公共品，纠正明显的市场失灵，而不是替代市场。这其中必须要平衡，但凡过于执着某一边，必定会出问题。